你知道吗 ？Windows 可能正在用你的电脑给陌生人传输系统更新。大家好，你的 Windows 电脑里藏着一个隐藏功能，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，咱们下载系统补丁和软件更新速度确实会快上不少。如果你家里有多台电脑，共用一个网络，开启这个功能后，只需要一台电脑从外网下载 Windows 更新，其余的电脑都可以从内网直接取用，这样家里所有 Windows 电脑更新速度都会快很多。不过它也有明显的弊端，开启后电脑会悄悄占用上传网速，玩游戏追剧容易变卡顿。这个功能就是 Windows 11里边的更新共享功能，也叫传递优化功能。这个视频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开启和关闭这个功能，以及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需要做的一些优化设置。我们同时按住 Windows 加 I 键，打开设置窗口，点击左边的 Windows 更新，在右边有一个高级选项，我们点击右边的箭头，在其他选项里边有一个传递优化这么一个项目，点击右边的箭头。那在这里有一个开关叫允许从其他设备下载，那这个开关缺省是打开的，打开的时候就启用了这个功能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设备可能会将以前下载的部分 Windows 更新和应用发送到本地网络或 Internet 上的设备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开关打开的时候，你本地网络里边的 Windows 或者互联网上的 Windows 都有可能从你这个 Windows 里边去获取这些 Windows 更新。这样的话，在它获取 Windows 更新的时候，就占用了你网络的带宽，就会导致你的网络慢卡顿。如果你不想让别的电脑访问你这台电脑上的 Windows 更新，你就可以把它彻底关闭掉，这样你的电脑就不会再给其他电脑上传更新文件了。如果你家里有多台电脑，那你就不要完全关闭，你打开这项允许从以下来源下载，选择我本地网络上的设备，这样只允许局域网共享，自己家电脑之间还能互相加速，但不会给外网陌生设备上传。如果你打开了允许从其他设备下载这个开关，并且下载来源选择了 Internet 和我的本地网络上的设备，如果这个时候你希望限制因为别的 Windows 设备访问你的 Windows 更新导致的网络带宽的占用，那你可以在下边下载选项这儿做一些设置。那这下载选项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绝对带宽限制，一个是测量带宽的百分比。那我们先选择测量带宽的百分比，然后点击右边这个向下的箭头，那下边就可以有两个设置，一个是后台限制百分比，在这儿你可以设一个数字，在 5% 到 100% 之间，还有一个前台限制百分比，可以设置一个 5% 到 100% 之间这么一个数字。那如果你上边选择的是绝对带宽限制，那下边就是兆比特每秒为单位的这么一个数字，你可以设置一下，那这样也可以避免你的网络带宽被过多的占用。如果你用手机热点、随身 WiFi 或者有限流量的带宽，一定要做这个设置。我们右键单击右下角这个 WiFi 网络这个图标，点击网络和 Internet， 在这边 WLAN 或者以太网后边有一个箭头，点击右边这个箭头，然后在这里边是你选择的 WiFi 的热点，点击右边的箭头，有一个按流量计费的连接，现在是关的，我把它打开，那这样就是按流量来计费了。那如果按流量计费，我们就点击设置流量上限这个链接，点击输入限制，就打开了设置流量上限这个窗口。限制类型里面可以选择每天、每周、每月，或者按流量预付费，或者无限制。如果我这儿选择的是每天重置时间选择0点，也就是我在每天的0点重置，流量上限1000兆比特，点击保存。那你看现在这个界面这显示已使用 31%， 我已经用了310兆了，因为流量上限是1000兆，所以还剩690兆，离重置还有14小时。因为现在是上午的9点36分，将近10点了，那10点到明天凌晨0点还有14小时，那也就是说在这个14小时之内，假如说我这1000兆都用完了，那我就没有流量了，必须得等到明天的凌晨0点才能重置，让我再拥有1000兆的流量。这样的话 Windows 会明显减少后台更新的流量。如果你要是流量套餐用户，这个设置就非常重要了。最后请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你愿意打开或者关闭 Windows 更新共享这个功能吗？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用，请帮我一键3连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